焊接不沾锡，很难上漆。不管烙铁怎么往上面压这个导线，你看根本都不沾锡，这个该怎么办呢？来试一下这个铸焊膏，只需要将导线往铸焊膏上蘸一下，这样在焊接就可以轻松上漆。你们都说用松香焊接不锈钢，你看这焊锡怎么都不往上面粘，根本都焊不上，一抠就掉。再来试试这个铸焊膏吧，只需要抹上一点，焊接时铸焊膏瞬间蒸发，带走表面的氧化层，焊锡牢牢的就粘上了。铸焊膏也很容易清理，看效果怎么抠都抠不掉。需要的点击左下角链接。平时家里的电线都是2芯的，那么怎么接这种3芯的插头呢？我们先把这个壳给它打开，然后再把压线的这个小片给它拆下来。上面的这个是个地线，不用接，左面是零线，右面是火线。电线外边这层皮给它剥的不要太长，只留下1.5公分就可以了。如果太长了以后呢，不抗拉，而且这个皮容易断。我们给它拨出线头，拨的时候只拨出来半公分就行了。像这些线呢非常的细，那么我们都给它先拧一下，拧完之后呢，然后给它先做个对折，这样呢就可以增加它的接触面积，这样呢接好以后会更加的牢固。按照左零右火的方式把它都插进去，然后呢把2个螺丝都给它拧紧，然后把电线外皮给它折过来，把这个压线卡扣再给它装上去，给它压住，然后呢把螺丝再给它拧回去，这样接好以后非常的牢固，无论怎么拽怎么拉它也不会掉。把2个二极管的负极接起来，然后再把2个二极管的正极接起来，最后把它们合并在一起。上下是电源输入，左侧输出正极，右侧输出负极，这样就算闭着眼也可以往上面接电源了，不分正负极，随便往上接，就算接错了负载也可以正常工作。怎么用腕表测量电源的正负极？首先要确定黑色表笔插在抗母口，然后再来测量。仔细看一下腕表上面的显示，如果前面有个减号，这时我们就把表笔上下颠倒一下位置，再来插上，看一下腕表上面的显示。我们来看，现在没有减号了，没有减号的时候呢，就说明我们来看这个红色的表笔接的它就是正极，黑色表笔接的就是负极。电磁炉不加热或者是加热慢，拆开后呢要重点检查这2个地方。第一个呢就是检查上面这些大的4环电阻，如果它阻值变大或者是开路的情况下，电磁炉就会出现不加热或者加热慢。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检查一下上面这个可调电阻，这个东西呢就是这样的，它在这个主板上面是唯一的就这样的元件，如果它出现问题了以后呢，10个人有9个人都不会给电动车充电。充电时必须要先插电瓶这一头，为什么要先插这头呢？因为你要是先插220伏交流电的话，这个充电器里面瞬间它储存的电流非常大，你在插上这头的时候，电瓶就会承受巨大的电流冲击，这样就会损坏电瓶。电水壶烧开水以后不断电一直加热，上面的开关它也不跳，或者是跳了以后呢它还在加热，像这种问题都是上面这个开关坏了，换一个开关就可以解决问题。很多朋友私信问我说，家里的电水壶上面的指示灯是亮的，就是不加热，是什么原因呢？首先拆开以后看一下这2个插头，如果没有松动没有脱落，就说明是这个发热盘坏了。这发热盘和这电水壶它是一个整体，是没有办法更换的，就算神仙来了它也给你换不了，所以说像这样的壶也就报废了。家里的电炒锅把上面的开关都已经关闭了，但是呢还是加热，是什么问题呢？像这种毛病都是说明这4个开关里面还是有一个开关已经坏掉了，它里面已经粘连了，所以说呢就关了也不起作用了。像这种情况呢换个开关就可以了。电饭锅做不熟饭就跳到保温上面了，像这个毛病都是发热盘中间的这个磁缸的问题，我们只需要拆开后壳换个这样的磁缸就可以修好它。有很多朋友问我说，电水壶中间的底座坏了，能不能直接接上220的电用呢？这样也可以，但是呢比较危险。中间这个底座它是一个防干烧开关，水烧干了以后呢它会自动断电，假如直接接上的话，水烧干了以后它还会持续加热，家里没有人的话有可能会发生火灾，所以说建议大家呢它坏了以后还是更换上这样的配件，才能够彼此完全明了。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。这是最新款的 LED 射灯，12伏到80伏通用，电动车、摩托车、汽车都可以装。它采用透镜设计，亮度高，非常聚光，射程可以达到1000米，价格不贵，左下角就有。热水器上这个开关一定要记住，每个月呢都要检查一次，
打开开关，看一下出不出水。如果这个地方不出水，就说明它坏了，一定要及时找师傅修，不然会有安全隐患。电炒锅不通电，或者是加热的时候加热一会儿停一会儿，像这个毛病啊，都是中间的这个温控开关坏掉了。我们只需要换个这样的开关就可以修好它。电视机上的指灯不亮，那么怎么判断是电源板坏了还是这个主板坏了呢？方法其实非常简单，我们只需要找到电源板上面这条线，就是连接主板的这条线，在这个座这边啊，用弯表测量一下，如果它的各组输出电压都正常，那么就说明是这个主板坏了。有很多朋友问我说，电水壶不通电了，没有弯表也没有测电笔，怎么快速的判断出是耦合器坏了还是上面这个开关坏了？给大家分享一个方法啊，不需要用弯表，也不需要用测电笔。我们首先呢，看一下这个指灯上面这两条线，这条线是连接到这个耦合器上面的，然后另外一条线是接到这个发热管上面的。我们把发热管上面这个插头给它拔掉，然后把耦合器上面这个插头拔掉。我们把这个插头啊，指灯上面插头插到耦合器上面，这样再来测试一下。如果指灯还是不亮，就说明是耦合器坏了，自己换一个耦合器就可以修好它。高科技啊，自发亮测电笔啊，你用它去测呀，零线这是绿灯，火线是红绿灯一起亮，特别清楚。不用通电呀，你就知道墙里面这个线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，这就是好的啊，这个它就是坏的，看断了，断了你得找断点吧，你就沿着这个墙呀走，哎，灭了，说明这个里面的线它是断的，维修起来就很方便。怎么用弯表测量二极管的好坏？首先我们把弯表先调到风鸣档，也就是二极管的档位。然后我们来测量，看一下弯表上面如果有数值，我们把这个二极管的颠倒下位置再来测量。如果没有数值，就说明啊这个二极管就是个好的。如果我们测量这样没有任何数值，反过来测表上还没有任何数值，就说明它已经开路坏掉了。还有一种情况呢，就是我们测量的时候是这种情况，说明器一直响，就说明它已经击穿短路了，它也坏了。我们在换电容的时候没有一模一样的电容，那么怎么来代替它呢？这个电容是400伏68微发的，400伏是它的最高耐压值，如果电压超过400伏，这电容有可能就会爆。而这个68微发是它的容量。我们换电容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找一个不能低于400伏，可以大于400伏，比如就是450伏的也可以。而这个容量呢，不能低于68微发，可以比它稍微大一点是没问题的。怎么用弯表测量电机的好坏？首先我们把弯表先调到欧姆档位，然后呢，分别测量这3条线，只需要测量3次就能知道。你来看，这2条线是36欧，然后这2条测一下是72欧姆，然后呢，再测一下这2条，也是36欧姆。2个小的组织加一块，就是2个36加一块，正好等于72欧姆，就说明啊，这个电机它就是个好的。如果加一块不等于72，就说明这个电机就是个坏的。电视开机黑屏，怎么判断是不是灯条坏了？我们用灯条检测仪来检测一下，如果每条上面的电压和电流都一样，那就说明灯条不坏；如果有一组电压或者电流偏低，就说明啊是灯条坏了。就是这个多功能测电笔啊，又开始降价了，现在只要3块6一把，10字1字的都有，平时可以当做普通螺丝刀用。包胶的设计握感非常好，测零线是绿灯亮，火线是红灯绿灯一起亮，还可以检测线路的通断。灯亮就说明线是通的，也可以查找线路的断点，顺着线走，灯灭的位置就是断点。这个可是家家必备的工具啊！现在只要3块6一把，5块多2把，还包邮到家，错过了可就没有了。松香和助焊膏哪个助焊效果更好？导线沾上松香，轻轻松松焊接电路板，用助焊膏也轻松焊接。接下来我们用白钢刀片测试一下松香和助焊膏。仔细看，松香加热后，焊锡丝就像小水珠一样溜来溜去的。再看涂抹助焊膏的地方，加热后，焊锡丝直接推入助焊膏融化蒸发，带走焊接点上的氧化层，瞬间粘到焊接面上了。用松香焊接属于假焊接，轻轻一抠就掉了。助焊膏很容易清理，而且焊接点也非常牢固。这是最新款的 LED 射灯，12伏到80伏通用，电动车、摩托车、汽车都可以装。它采用激光透镜的设计，不仅亮度高，还非常聚光，射程可以达到1里地。现在的体验价只要几块钱，想要的朋友赶紧去入手。
你走的时候，我从不挽留，只是用那么一种眼神。家里有这种老式的音响或功放，没有蓝牙功能的，千万不要扔掉。这是一个智能蓝牙接收器，只要把它插到插座上，再把音箱的音频线插到它上面，就可以秒变成蓝牙音箱。手机连接上蓝牙就可以破音听歌了。电压力锅操作一切正常，但是就是不加热是什么问题呢？首先先打开后盖，然后呢给它先调到加热状态，用腕表测量一下发热盘上面这两条线，看一下有没有电压。你看有230伏的电压，有电它不加热，那么就说明是这个发热盘坏了，我们换个发热盘就可以解决问题。只需要用一节干电池就可以判断喇叭的好坏，不管这个喇叭个头多大都可以用这个方法，不用区分正负极，任意把这两条线接在电池上，然后呢能听到声音就说明这个喇叭是好的，如果听不到声音就说明喇叭是坏的。怎么用腕表测量变压器的好坏？这是一个双12伏输出的变压器，在它的初级部分是有2条线，然后次级部分是有3条线。双12伏是吧？黑色的它是一个中间的出头，是个公共线，这2条线输出一个12伏，然后这2条是一个12伏，它是双12伏的。我们测量的时候呢，先来测量它的初级部分，先把腕表调到200欧姆的档位，然后呢测量。我们看现在它的阻值是160欧，然后再来测它的次级部分，就是一条黑色的线和任意一条黄色的线，它们的阻值应该都是一样的，如果不一样就说明这个变压器它就是坏的。电饭锅不加热，怎么判断是不是发热盘坏了？其实我们可以用个测电笔就可以快速的来检测，一只手先摸住发热盘上面的一个角，然后来测。测电笔上面的指示灯不亮就说明这发热盘就是坏的，如果亮就说明它是好的。安全用电，2式的线怎么接插排呢？先把插排打开，然后呢再把里边这个压线的这个压板给它拆下来，先扒开电线的外皮，然后呢把里边这2根线都给它拨出线头，拨出1公分长就可以了。然后呢拧一下，接下来给它打个对折，这样呢可以增加它的接触面积，更耐用。然后这个外皮呢不要剪掉，一定要留着它。插排中间是 L， 它是接火线的，右侧 N 是零线，左侧是 D 线。我们把这个红色的线接在火线上面，绿色的线接在零线上面，拧紧螺丝，然后呢把这个外皮这个线给它折过来，再把压片螺丝拧上。压片呢一定要让它压住外边这层皮，不能压住里边的线，这样呢才非常的扛了。最后呢把这个盖上的螺丝再给它拧上，插排就接好了。汽车放太久了不开，电瓶就容易亏电，如果打着车充电吧又太费油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用这种多功能充电器充电，它还有一个修复模式，对于一些亏电太严重充不进电的电瓶进行一个修复，只需要把黑色的夹子夹在电瓶的负极上，红色的夹子夹在正极上，充电器上面会显示电瓶的电压，我的是 12.1 伏，还剩40%的电，说明车放的太久了没电了。充电的时候上面还会显示充了多少的电，这样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电瓶没电了。把喝完的饮料瓶放到钢丝球上，这样可真是太方便了，刷锅刷碗都不需要用手了。就是这个360度旋转手机支架，全金属的材质，听下声音。底座有防滑垫，上面这个位置也有防滑垫，不管手机是横着放还是竖着放都非常的稳，都非常的丝滑。旋转的时候，竖着放的时候呢，下边不影响手机充电，而且呢像这么大的平板电脑旋转也非常的丝滑，而且也非常的稳。全金属的材质比较重，而且阻尼感也非常强，才7块多一个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拍一个。电源板上面这种棕色的小元件，它也叫做保险管，虽然它和这种最普通的玻璃保险管外观不一样，但是呢它们的作用都是一样的，测量方法也是一样的。如果导通就说明它是好的，如果不导通就说明已经损坏了。电视自动开机或者是自动关机，像这个毛病都是电视机上面这个开机键坏了，我们把这个开机键给它抠下来，不要它了，或者是换个开机键就可以修好它。贝斯数据线活动福利来了，20瓦低温快充不伤机，液态硅胶的材质，手感舒适还耐磨，加长线圈充电不受限制，趁优惠赶紧下单吧。电磁炉上最容易坏的就是这个保险管，我们不要直接更换，换上去以后通上电它还会烧坏。我们重点要检查一下这2个元件，一个3条头的，一个4条头的。3条头的是功率管，4条头的是整流桥，它们2个只要其中有一个坏了就会烧坏保险管。
我们接电线的时候，很多人呢都是这样直接把它拧起来，但是这种接法呢不扛了，用力一拽就开了。给大家分享一个反接法，接好以后非常的牢固，而且也比较扛了。首先先把这2条线先给它拨出线头，然后把2条线的铜丝都给它分开，接下来直接对插在一起。右侧这边呢顺时针把它缠绕在电线上面，左侧这边是逆时针给它紧密的缠绕在电线上面。这样接好的线接触面积大，无论怎么拽它也拽不开。电器不通电，我们首先要检查这3个保险元件，第一个是保险管，第二个呢是线流保护电阻，第3个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。这2个虽然和它外观不一样，但是它们3个的作用都是一样的，都是起到一个过流保护作用。如果我们用腕表测量它们不导通，就说明它们坏了。